Chase Freedom 系列的信用卡也就是 Freedom Flex、Freedom Unlimited、Freedom Rise。在回答这3张卡要怎么选之前，我首先需要回答什么人适合申请这3张卡。我认为有2类朋友适合申请。第一类是本身就生活在美国的朋友。Freedom 系列的信用卡虽然没有年费，但是全部都有 3% 的海外交易手续费，这就导致了只有在美国国内或者以美元结算的网站消费才能实现刷卡的正收益。第二类适合申请 Freedom 系列的信用卡的朋友，就是非美国居民里面将来想要申请 Chase 高阶信用卡的朋友。因为非美国居民想要跳过 Chase 的入门卡，直接申请高阶的信用卡是非常难获批的，不像税号为 SSN 的美国居民，在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情况下，直接去 Chase 线下银行网点申请 Sapphire Preferred 都能秒批通过。作为税号为 ITIN 的非美国居民，我们需要从 Chase 的入门卡开始申请，使用 Chase 的入门卡一段时间之后再申请 Chase 的高阶信用卡，银行才会愿意批卡给我们。下面就正式开始介绍卡片。 Freedom Unlimited 的刷卡奖励是 Chase Travel Portal 消费有 5% 的 cashback， 餐厅吃饭、点外卖、药店买药有 3% 的 cashback， 其余一切消费都是 1.5% 的 cashback。 制作影片的时候开卡礼是$200，要获得开卡礼的条件是开卡后3个月内消费满$500。开卡礼是以 Ultimate Rewards Points 的形式发放，也就是2万点的 UR 点数，点数可以按照1点等于1美分的比例直接抵扣信用卡的账单金额，或者以现金的形式存入支票账户。 Cashback 也是一样，说是 Cashback， 但是我们刷卡获得的也是 UR 点数。 Chase 之所以这么设计，是因为他想让我们同时持有 Freedom 系列的入门卡以及 Sapphire 系列的高端卡，最终可以将用户捆绑在 Chase 自己的信用卡生态之中，无论哪张卡消费之后都能获得 UR 点数。 UR 点数可以用在 Chase Travel Portal 里面订酒店和机票。在之前，只要我们持有 Sapphire 系列的任意卡片，无论哪张卡获得的 UR 点数，在 Chase Travel Portal 里面消费都有点数加成。很可惜的是 Chase 最近把 Sapphire 系列卡片的点数加成的属性给砍了。虽然如此， Freedom 系列的卡片还是值得申请的。摩根大通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银行集团，总市值比第2名的中国工商银行和第3名的美国银行加起来还要多。摩根大通的信用卡也是所有美国信用卡里面奖励最丰厚的之一。 Freedom Unlimited 过往曾经出现的超高的限时刷卡奖励就是最好的佐证。无年费的 Freedom Unlimited 曾经出现过$300的开卡礼，并且第1年的所有 cashback 再额外增加 1.5%， 也就是 Chase Travel Portal 消费有 6.5% 的 cashback， 餐厅和外卖是 4.5%， 药店买药也是 4.5%， 其余一切消费都是 3% 的 cashback。 我很难想象有一张5年费的信用卡一切消费都是 3% 的 cashback， 因为银行从信用卡刷卡交易中赚的刷卡费一般也就 2% 左右，但是 Freedom Unlimited 却给消费者最少 3% 的 cashback， 所以我估计摩根大通在这张卡上不但赚不到钱，至少还要倒贴刷卡金额的 1% 来回馈持卡人。如果不是家大业大的银行，这样做恐怕不用2-3年就要倒闭了。这么高的刷卡奖励现在已经没有了，我暂时也不知道 Chase 将来还会不会再次提供这么高的开卡礼和刷卡奖励。下一张要介绍的是 Freedom Flex。Freedom Flex 的开卡礼也是$200，要获得开卡礼的条件是开卡后3个月内消费满$500。Freedom Flex 的刷卡奖励是 Chase Travel Portal 消费有 5% 的 cashback， 餐厅吃饭、点外卖、药店买药有 3% 的 cashback， 其余一切消费都是 1% 的 cashback。 Freedom Flex 在每个季度也会提供特定商户的 5% 的 cashback， 比如2025年的1月到3月，使用这张卡在超市买菜、挪威邮轮公司订船票、健身房、美甲、美发、SPA 消费都有 5% 的 cashback。4月到6月是 Amazon 流媒体订阅有 5% 的 cashback， 7月到9月是 Instacart 汽车加油、电车充电以及购买演唱会门票、体育赛事门票等线下娱乐活动有 5% 的 cashback。 10月到12月的指定商户暂时还没有公布。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季度性 5% 的 cashback 需要在每个季度都手动激活，并且 cashback 并不是无上限，每个季度前$1500的消费才能获得这 5% 的 cashback， 平均到每个月的话就是$500。如果你觉得$500太少，也可以再申请多一张 Freedom Flex， 这样上限就能翻倍。 Chase 并没有规定不可以同时持有多张 Freedom Flex。Freedom Unlimited 和 Freedom Flex 虽然是无年费卡，但是也附赠了一般年费卡才有的保险 Purchase Protection 购物保障。如果在120天之内东西发生损坏或者被盗， Chase 就会赔付我们东西的全额，赔付的上限是$500。 Extended Warranty Protection 保固期延长，东西的保修期或者保固期可以再延长1年，购物后的4年内有效。
Trip Cancellation Insurance 旅行取消保险，如果行程被迫取消，行程内的每一个人最高可以获得1500美元的赔偿，整个行程的话最高是6000美元的赔偿，只有在预付不可退款的酒店或者机票的时候才适用。Auto Rental Collision Damage Waiver 租车时车辆损坏或者被盗的保险，租车保险这一项是全球适用。Freedom Flex 还多一项手机保险，如果我们使用 Freedom Flex 来买手机，手机被盗或者损坏，每次最高我们可以获得800美元的赔偿，每年最多可以赔偿2次，每年上限是1000美元。Freedom Unlimited 和 Freedom Flex 虽然是5年费卡，但是也一样提供了 DoorDash 和 Lyft 的报销或者额外的刷卡奖励。这2张卡都是开卡之后赠送6个月的 DoorDash 会员， DoorDash 会员点外卖没有配送费，每个季度还会赠送10美元的 DoorDash 报销，只要不关卡10美元的报销到2027年的12月31日都有。这2张卡在 Lyft 打车可以获得 2% 的 cashback， Lyft 打车这一项也是到2027年9月30日之前都有。以上就是 Freedom Unlimited 和 Freedom Flex 的情况。最后要介绍的是 Freedom Rise， 是 Chase 唯一一款用于建立信用记录的信用卡。如果很不幸连 Freedom Unlimited 或者 Freedom Flex 都申请不下来，那就只能申请 Freedom Rise。这张卡的开卡礼是25美元，只要我们开启自动还款的功能，就可以获得开卡礼。卡片的刷卡奖励非常简单，任何消费一律都是 1.5% 的 cashback。虽然是用于建立信用记录的信用卡，但是 Chase 还是要求我们先在 Chase 开一个 checking 或者 savings account， 并且存入至少250美元。Chase 的 checking 或者 savings account 都有最低的存款要求，存款不达标的话会有管理费。最便宜一档的 checking account 只需要存入250美元就可以避免管理费。我不建议大家申请 Freedom Rise 这张卡，因为要申请这张卡的附带条件就是在 Chase 开存款账号，况且作为非美国居民开美国的银行账号并且存入大额的存款是风险非常高的事情，账户如果出了事情的话可能要亲自去一趟美国，所以非美国居民想要建立美国信用记录的话， Capital One 的 Quicksilver 或者 Quicksilver One 是更好的选择。刷卡奖励同样也是任何消费都有 1.5% 的 cashback， Capital One 也不会强制要求我们开一个 checking 或者 savings account。 3张卡都介绍完了，上述提到的3张卡的邀请连结我也放在了影片的描述栏内，欢迎使用我的邀请连结来申请 Chase 的信用卡。接下来就来回答这3张卡究竟要怎么选。如果你生活在美国，那么首先应该考虑 Freedom Flex， 因为 Freedom Flex 有季度性 5% 的 cashback， Freedom Flex 的刷卡奖励会轻松的比 Freedom Unlimited 要高得多。季度性 5% 的 cashback 消费上限是每个季度1500美元，假设我们每个季度都消费1500美元，我们每年只需要消费6000美元就可以获得300美元的 cashback。 反观 Freedom Unlimited 消费6000美元只能获得90美元的 cashback。 如果你是非美国居民信用卡玩家，那么就优先考虑 Freedom Unlimited， 因为 Freedom Flex 的季度性的奖励的商户我们可能一个也用不到，并且作为非美国居民信用卡玩家，我们只能在以美元结算的网站消费，非美元的消费都有 3% 的海外交易手续费。对于非美国居民信用卡玩家来说， Freedom Unlimited 和 Freedom Flex 都至少需要1年的信用记录才能申请。想要尽快和 Chase 建立关系，那么就只能申请 Freedom Rise。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难道我就不能申请 Chase 的其他5年费的信用卡作为入门卡吗？答案是大概率不行。我自己就尝试过，在信用记录不足1年的时候申请了5年费的万豪信用卡。我当时在想，我的信用分又不低，730多分，我申请 Capital One 和美国运通的信用卡都获得了秒批通过， Chase 应该也会批卡给我吧。结果果然还是被拒了。不久之后 Chase 就发了一封信件告诉我拒绝批卡的理由：第一，信用记录太短；第二，在 Chase 没有存款。所以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就是，要么就等信用记录满1年再去申请 Chase 的信用卡，要么就先在 Chase 开一个 checking account， 然后存几百美元进去。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希望以上的资讯对大家有帮助，感谢观看。